我们看到阿斯哈提在抓紧机会，继续的，接是打出了场外，比赛终止了。一直以来，在超重量级的拳台上，中国一直都占不到什么优势，因为来自中国的重量级选手实在是太少了。尽管如此，作为中国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名将，阿斯哈提不负众望，给拳迷们带来了无数的精彩比赛。下面要说的这场也是阿斯哈提的诸多精彩比赛之一。这次他的对手是来自苏丹的费萨尔·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手握 WBC 泰拳超重量级金腰带，身高接近2米的他被称为钻石飞人，在擂台上一直难逢敌手。没想到这一碰到中国选手就翻了车。今天费萨尔·扎卡利亚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中国大级别的猛将阿斯哈提。而在不久之前的比赛当中，这位来自于苏丹的猛将还击败了上一场比赛阿斯哈提的对手功夫熊猫。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天山征服者阿斯哈提。好，我们看到现在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阿斯哈提，绰号征服者，年龄27岁，身高1.88米，体重100公斤以上级，来自于中国新疆哈萨克族，曾经是中国的全国拳击锦标赛的冠军。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昆尚传媒为您全力打造的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周口战的比赛现场，我是昆仑决乔博。大家好，我是刘文博。这是一场超重量级的超级战，扎卡利亚对阵阿斯哈提。Ready, fight！ 好，第一局比赛开始，看双方如何开场。比赛刚开始，阿斯哈提就展现出与体重不符的灵活，非常聪明地选择了游走的打法，使得这位钻石飞人的腿法和膝法根本起不到作用，无法进行。好，我们看到来自于苏丹的这位扎卡利亚，他曾经是 WBC 世界重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是的，第一回合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信，而且从阿斯哈提的这种体型上来看嘛，我们觉得他可能在训练上有一些改变和变化，我们觉得他比以前应该是瘦了很多。是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可惜，对于功夫熊猫呢这场比赛两人还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说扎卡利亚在1个多月前在泰国的比赛当中还击败了功夫熊猫，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对于双方实力的一个考验。而且非常值得敬佩的是，扎卡利亚这名选手已经是有42岁，而且是有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我们看到扎卡利亚应该是挨到了重拳。扎卡利亚的体型要比阿斯哈提显得是更加的壮硕，但是阿斯哈提可以说是拳击运动员出身，他有着大级别运动员中非常罕见的灵巧的步伐。阿斯哈提是拳击冠军出身，因此他的拳法非常优秀。在拳法对拼当中可以看到，这位钻石飞人在阿斯哈提面前完全被压制，控制力相当惊人。前腿的扫踢被接到，接腿摔，接腿摔。阿斯哈提在加盟昆仑决以来，可以说是从一个纯拳击运动员到现在一个中国顶尖的大级别站立式踢拳的选手。是的，进步非常的快啊！我们也是目睹了他的前进的这个历程。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之前阿斯哈提的这种连续拳呢，是带有着非常浓厚的拳击的印记，可以说是奥运会拳击的印记。那么这场比赛发现阿斯哈提的重拳要比以前重了很多，特别是他的右手后手的这种重拳的进攻，刚才已经多次打到了扎卡利亚。也是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的磨练当中啊，阿斯哈提是在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看到扎卡利亚，我们要知道，在40岁的拳手啊，如果身体保持的状态良好的话，他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又是一个接腿摔。阿斯哈提他的技术可以是日益更新、日益的全面。阿斯哈提充分利用了自己拳击的灵活的步伐，在启动的速度方面要快于扎卡利亚。好，回合结束。来到第2回合，面对对手的膝法，阿斯哈提选择灵活游走；面对对手的腿法，阿斯哈提则选择近身缠斗。这样的打法让扎卡利亚白白消耗体力，
完全就是有力使不出。从他短暂的双方的缠抱的过程来看，我们看到老将扎卡利亚的袭击极具危险。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我们听到扎卡利亚的边角在提醒他多让他起低扫腿。我们看到阿萨提的连续组合拳命中。费萨尔·扎卡利亚的绰号“钻石飞人”、“钻石飞膝”，哦，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萨提的比赛过去1分钟左右，阿斯哈提找到机会，一个刁钻的勾拳打中对手下巴，随后阿斯哈提乘胜追击，直接将对手击倒读秒。拿到了第1次10秒，能不能缓过来？ 我们看到扎卡利亚现在已经摇摇晃晃，有点站不住了。扎卡利亚也，对手虽然起身，但也已经是摇摇晃晃。比赛还剩1分多钟左右的时候，阿斯哈提抓住机会，连续2记后手重拳，直接把对手打出了擂台。裁判急忙宣布比赛结束。比赛继续进行，我们看到阿斯哈提在抓紧机会，继续打，这是打出了场外。 比赛终止了。最后我们看到昆仑决进入到了2016年赛季之后，阿斯哈提的状态比去年更加的犀利。阿斯哈提第2局的 KO 对手，足以证明自己2016年的势头。再看一遍刚刚 KO 对手的精彩的场面，直接打出了场外。现在亚洲各个国家的拳手都在往小级别的方向发展，重量级拳手也是越来越少。 阿斯哈提可以说是中国大级别选手的希望了。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点个赞再走呗。或是这位2010年 WBC 世界重量级金腰带拥有者，也是难以招架。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红方选手在第2回合1分49秒 KO 获胜 ，and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